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就在昨天，苹果为开发者带来了 iOS 18.2 Beta 3更新。iOS 18.2 Beta 3正式登场，内部版本号为 2C51311。这次 Beta 3更新主要聚焦于系统功能的改进，不再重点调整 Apple Intelligence。随后，紧接着第3个开发者测试版 iOS 18.2第2个公测版本也发布了。在介绍 iOS 18.2的更新要点前 ，Jeffrey 想先跟大家聊聊最近出现的一个有意思的事件。据媒体404 Media 报道，本周早些时候，警方在扣押的 iPhone 设备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设备竟会在未操作的情况下自行重启。当时，事件的原因尚不明确，不过专家们现在开始逐渐揭开了这个谜团。最初，执法官员曾错误地推测，这些 iPhone 可能在相互间秘密通信一触发重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经过深入调查，这一现象被证实是苹果在 iOS 18.1系统中新增的一项安全功能。据安全研究员 Jessica Clason 表示，苹果在 iOS 18.1中加入了一个名为非活跃重启的功能。当 iPhone 在一段时间内未被解锁时，该功能将强制设备自动重启。按照他的说法，苹果加入这一功能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提高设备的安全性，防止小偷或其他不法分子轻易获取锁定设备上的用户数据。来自移动分析公司 Corellium 的创始人 Chris Wade 也指出， iPhone 在锁定状态下4天后会自动重启，这意味着如果一部 iPhone 连续4天以上未被使用，它将自动重新启动。而 iPhone 的这一新变化也给执法部门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他们称，对于那些用于取证分析的 iPhone 来说，自动重启功能使得设备更难解锁。据悉，在 iPhone 重启后，它将进入首次解锁前 Before First Unlock， 简称 BFU 状态，此时设备将变得极难解锁。相比之下，在首次解锁后 After First Unlock， 简称 AFU 状态下，执法部门使用如 Celebrate 等公司的解锁工具可以更容易地破解 iPhone。对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密码学家兼副教授 Matthew Green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真正的威胁并不是警察，而是那些要偷走你 iPhone 的人。有了这个新功能，即便是手机被盗，窃贼也无法长时间保留它，直到他们开发出破解技术。在合理的非活跃期后重启手机可能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不便，但它确实能让你的手机更加安全，所以这似乎是个很好的功能。目前，苹果公司尚未对这一新功能发表评论。在此之前，苹果已经在 iOS 17.3及之后版本中引入了设备失窃保护功能，进一步保护用户隐私。当设备失窃保护开启后，即便是他人知道了你的 iPhone 锁屏密码成功进入手机主界面，但他如果想要进行更改 Apple ID 密码、关闭丢失模式、iCloud 钥匙串中的密码或抹掉 iPhone 等操作时，也是需要通过 Face ID 或者 Touch ID 完成身份认证之后才能操作的。怎么样？大家觉得 iPhone 的这个自动重启功能贴心吗？接下来我们说回 iOS 18.2， 这次 Beta 3有8个值得关注的要点，一起来过一下。1. iPhone 16相机控制钮新升级，支持待机快速启动拍摄。在 iOS 18.2 Beta 3中，苹果为 iPhone 16新增了取消屏幕开启需求的功能，用户在待机状态下无需点亮屏幕，只需按压相机控制钮即可快速启动相机。2. 相簿照片、视频显示优化，浏览体验更流畅。iOS 18.2 Beta 3对内置的照片 APP 进行了优化调整，预览画面保持相同大小，底部的视频滚动条和相簿视图持续显示，让用户快速浏览照片和视频更加便捷。3. 全新 CarPlay 新功能图标，图标换新颜。据 Aaron Paris 开发者从测试版代码中发现，苹果正在调整新一代 CarPlay 系统，并修改了默认的媒体和气候图标。苹果之前画的大饼，全新 CarPlay 2.0 版本预计今年推出，敬请期待。4. iPad 内置 TV 支持自定义菜单，个性化导航栏。在最新的 iPad OS 18.2 Beta 3中， TV App 的导航栏支持自定义，用户可以随意调整侧边栏项目，包括频道、应用程序、媒体库和运动分类等，让观看体验更加个性化。5. Apple Intelligence 书写工具菜单优化，风格更统一。 Apple Intelligence 对书写工具菜单进行了优化，顶部描述里的改变菜单风格变得更加明显和一致，同时 ChatGPT 图标也改为原始的黑白风格，更加简洁明了。6. 查找功能新增共享物品位置，快速找回遗失物品。苹果宣布 iOS 18.2 将为查找功能开放与其他人共享 AirTag 配件位置的功能，还能共享给第三方，如航空公司。7. 菜单图标深色风格调整，更加细致入微。苹果在 iOS 18.2 Beta 2中将设置内所有图标同步改为深色模式风格。在最新的 iOS 18.2 Beta 3中，图标边缘线条改得会更加细致，是不是果味十足？8. 共享列表内 AirPlay 图标风格重设计，新版 AirPlay 更美观。在最新的 iOS 18.2 Beta 中，苹果重新设计了共享列表内的 AirPlay 图标风格，新版 AirPlay 线条更加细致，中央圆点也变得更大。
总的来说，苹果最新的 iOS 18.2 Beta 3主要面向系统功能界面的优化，从更新内容也可以看出来就是例行的小更新。新功能变化主要集中在 iPhone 16的相机控制钮上，现在允许用户在锁屏界面直接开启相机拍摄，尝鲜党要失望了。紧接第3个开发者测试版发布后 ，MacRumors 昨日发布博文，称苹果公司发布了适用于 iOS 18.2、iPadOS 18.2、macOS 15.2 Sequoia 的第2个公测版本更新，邀请苹果用户在新版正式发布前测试各项新功能核心特性，且更新内容基本上和第1个公测版相同，主要引入了第2波 Apple Intelligence 功能，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 Image Playground 和 Gammoji 纹生图功能。Image Playground新应用允许用户根据文本描述生成图像，用户可以输入任何内容，苹果还会推荐服装、地点等元素，用户可以创建与朋友或家人相似的角色，并选择照片作为灵感来源。Gammoji用户可以根据描述和短语创建自定义表情符号角色，此功能目前仅限于 iOS 18.2 和 iPadOS 18.2， 稍后将推出 macOS Sequoia。Siri 接入 ChatGPT， 在 iOS 18.2 及相关系统中 ，Siri 能够将无法回答的问题转交给 ChatGPT， 并在获得用户许可后返回答案。Visual Intelligence iOS 18.2 中引入了新的视觉智能功能，用户可以通过相机获取周围环境的信息，如餐厅评论和物品搜索。写作工具用户可以更自由地修改文本的语气或内容，比如将电子邮件转换为诗歌。最新消息称，苹果将在12月9日正式发布 iOS 18.2、iPadOS 18.2 和 macOS Sequoia 15.2 等更新。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对 iOS 18.2 的最新更新满意吗？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